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我要和朋友们聊一下电池。时间回到246年前，当时中国呢还在《还珠格格》时期，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一名来自意大利的医生和科学家路易吉·嘎法尼，他带着他的学生进行青蛙解剖实验的时候，被解剖的青蛙呢是用一些金属细线来固定在一个金属架子上。当他们用一把手术刀触碰到青蛙露在外边的坐骨神经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微弱的电火花，并且呢，青蛙的腿就像活了一样踢了一下。这样的结果呢，让嘎法尼觉得电是起源于像青蛙这样的生物体，它来自于骨盆当中的肌肉里边，所以呢，他把它称之为动物电。但在当时，同样来自于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亚历山德罗·福特，他在重复嘎法尼的实验之后，他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青蛙的腿，它既是一种电解质，也是一个电流的检测器。于是他把青蛙换成了用盐水浸泡过的纸，并且用其他的办法来检测电流，同样也能够检测出电的产生。由此呢，他就推断电的产生与青蛙腿无关，与肌肉无关，而是来自于用电解质隔开的两种不同的金属电极。福特为了进一步的证明自己的理论才是正确的，于是他发明出了人类的第一个电池——福打堆电池。也正是为了纪念福特对于电学、对于科学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今天的电压单位伏或者伏特就是来源于他的名字。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福特的结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嘎法尼的理论呢，完全是荒谬的。但是到了今天，当我们拥有了更加精确的电流电压检测设备之后，我们知道青蛙的腿它确实也能够产生微弱的生物电流。嘎法尼也是无可争议的最早的生物电领域的研究者之一，即便饱受争议，嘎法尼在他的余生也在一直坚持着对动物电的研究。而今天我们的神经电信号等等的这些学科，其实呢也都来自于嘎法尼最初的理论。还有马斯克已经完成的脑机接口，其实呢也是来源于此。所以从福特嘎法尼之争我们就可以发现，世事无绝对，只取决于我们观察的角度和细度。曾经觉得荒谬的理论也可能会反转，并且很难说它就能引领我们人类进入下一次的科技爆发。即便是今天最先进的锂电池，其实上它和200多年前的福打堆电池，它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下边呢，我就用一些在家里边就能找到的寻常物件来复刻一下这个福打堆电池，并且呢，这也算是一个末日生存的小技巧。一旦说我们受困于某些封闭建筑物之内的时候，假如说手机没有电向外进行求救，那么我们甚至可以用手边的材料制作出这样的土制电池来给手机进行充电。首先呢，我们先来调配一些饱和盐水。接着呢，我们把铜片依据垫片的大小剪裁成合适的小块。然后再把厨房里边用的铝箔纸稍微折叠一下备用。这个呢是最普通的餐巾纸，把它用盐水浸湿，但是呢需要把多余的盐水挤出来。把浸过盐水的小纸片把它放于铜片之上，然后再把镀锌垫片放在浸过盐水的纸片上。这里要注意镀锌垫片不能和铜直接接触。这样一来呢，一个电池就已经做完了，我们得到了 0.7 伏以上的电压。为了得到更高的电压，我们继续做更多的电池单元，并且把它串联起来。当串联了4个单元之后，我们得到了3伏的电压。但是由于这样的粗制的电池，它的电流非常小，如果想要把这些电流用起来的话，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并联，把电流增大。
在这里呢，我制作了3个电池组，并且把它并联起来。在3个电池组并联之后，我得到了大约5毫安的电流。一般来说，像这样的非照明 LED， 它的驱动电流呢是从2毫安到10毫安左右。这个是厨房用的铝箔带，它仅仅是为了让它可以并联起来更容易一点。现在呢是由3组电池并联起来，每一组电池呢是提供3伏的电压，它的电流呢大概只有1几毫安，2毫安不到吧。然后3组电池并联起来大概可能有6毫安，勉勉强强可以点亮一个 LED。这个 LED 它已经亮了将近3分钟5分钟了吧，它并没有想要熄灭的意思，并且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末日生存技能吧。为了测试这个电池它电量的持久性，我用计时器进行测试，到了60分钟之后 LED 仍然是亮的，只不过呢它的亮度已经非常低了。由于我使用的材料呢是铁镀锌的垫片，镀锌层非常的薄，应该就是微米级别的厚度，所以呢它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当电池完成放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垫片上被消耗掉的镀锌层，它已经完全露出了下边铁的颜色。那么当一个伏打堆电池放电的时候，它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些垫片上面的镀锌层为什么会不见了呢？但是为什么铜片却似乎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下，当放电进行的时候，它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个电池想要产生电流，它最基础的条件是2种活性不同的金属。我在这里使用的铜和锌就是这样。铜更加稳定，更加惰性，天生就缺爱，有非常强烈的想得到别人的爱的愿望。而锌呢就非常活泼，它天生就有想要失去电子的冲动，想要付出自己的爱去点亮别人。这种特性呢是物质本身与生俱来的，想要得到电子呢，它就表现出强氧化性，急切的想把电子送出去呢，就表现出强还原性。这个呢就如同是谈恋爱一样，这种一冷一热的性格呢才能够互补嘛。那么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既然在中间夹着一层含有盐水的纸，这层纸它是导电的呀，那么凭什么这些电子它要去走那根电线这条路，而不直接走水路呢？这里呢就是最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电阻的大小。电流它会遵循着一个非常基础的逻辑，就是它只会寻求最简短的、最通畅的，而且阻力最小的那条路去走。相对于说中间盐水的电阻来说，这个呢就好比是省道、乡道，而我们给它接上的电线就相当于是高铁。放着高铁不做，你要去走乡村小道，那么想必这个电子的脑子是出了什么问题吧？在这里呢，我是通过电子电路的方式来诠释电流为什么不走水路这个问题，而真正内部的情况呢，要比我说的要复杂得多。首先，电子并不能在电解质里边自由的穿梭。盐水之所以可以表现出导电的特性，这是因为它的内部在进行离子交换，也就是在电场的作用下，正负离子会朝着电场的正负极进行分别的移动。那么这个移动的过程呢，就造成了盐水导电的表象，并且呢，这个导电的过程它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比如说我们给盐水通电的时候，盐水被电解成氯气和氢气，剩下的氢氧根离子又会和钠离子结合生成氢氧化钠，然后氯气又非常容易溶解在水里边，于是它又和氢氧化钠继续结合生成次氯酸钠。因为氯气不断的溶解在水里边，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整个盐水就呈现出这样黄绿色的颜色。大家看这个呢，就是电解质它导电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就说呢，盐水并不是说它自己本身会导电，而是通过了这一系列的化学反应，通过一系列的离子交换，最终呢表现出来一种导电的表象而已。由于我在做这个电池实验的时候，电解液呢不可避免的有很多泄漏的地方，当我把单体电池串联起来以后，那么这些泄露的电解液等于就把这个电池组的内部进行了短路，那么这时候它就等同于是前边电解盐水的那个电解池一样。大家请看我实验之后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在垫片上边出现了这样黄绿色的颜色，这个呢就让我有理由相信，当这个电池还没有用导线连接外边的 LED 进行放电的时候，它其实内部呢已经在开始反应了，它就是进行了电解反应。并且大家请看这些铜片，它反倒变得更加干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啊，这个呢就是因为电解反应生成的氢氧化钠还有次氯酸钠这2样东西对铜板的表面进行了一个清洁。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更好的见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我们一起来探讨。当朋友们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反应呢，可能会头比较大，请大家耐着性子继续看下去。好，现在我们解决了为什么电子它不走水路这个问题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它可以直接走导线的话，难不成2片金属再加上1根导线，它们就有电了吗？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在中间还加上这层含有盐水的电解质层呢？
这是因为通过导线流过去的这些电子，它并不能和铜来结合，这些电子的最终归宿是要进入到这些电解质当中，和电解质里边的氢离子来结合。氢离子呢，就是水 H2O 经过电离之后所得到的，最终氢离子得到2个电子之后就变成了氢气，从而呢变成气体逸散出去。而铜这边呢，因为它自己天生就比较稳定，所以呢它自己没有发生任何化学反应，它把拉过来的这些电子呢原封不动的全部给它弄进溶液里边去，氢气不断的产生，不断的逸散，这样的话呢电池才能够持续不断的运作下去。最后呢，我再用我自己的角度，我再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因为有了2种活性不同的金属，所以它们之间就出现了电势差，有了电势差之后，它们就产生了电压，但是此时呢并没有电流。这个呢就好比是水坝的泄洪阀，当闸门关闭的时候，水压是存在的，但是呢水并没有流动起来，只有当我们把闸门打开以后，那么水才能够流到下游的水渠里边去，此时呢才有了电流。电解质里边呢就是这些水可以流动的空间。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要维持这个电流流动，就是2个关键性的东西，一个呢是足够的锌原子，另外一个呢是足够的氢离子。这2个东西呢是被持续性的消耗的。在铜的那头呢是不断的有氢气产生，在锌的这边呢是在溶液当中不断的产生氢氧化锌，因为金属锌它在不断的变成带电粒子溶解到电解质里边去，所以说一旦这2个东西被消耗殆尽，那么这个电池它也就很快失去了活性。那么这个呢也能解释为什么我在前面实验当中所用的镀锌垫片，它上面的锌已经消失了，并且呢露出了下边的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导线上接上一个用电器，比如说一个灯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流就能把这个灯泡给点亮，这个就是电池里边电的由来。最后呢，我顺便说一下题外话，盐氯化钠它是一种离子化合物，当它溶于水的时候，它在水中呢就会分离成氯离子和钠离子，而水本身它自己就会被电离成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所以呢，中间的这点电解质盐水看起来它是非常单纯的一个物质，但是人类为了解开它的秘密，甚至呢还产生出一个诺贝尔化学奖。1884年来自瑞典的化学家斯凡特·奥古斯特，他就只研究了一个事情，盐溶解在水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呢，他写出来一篇长达150页的论文，在1903年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所以说呢，中间这点盐水看上去它人畜无害，其实上它并不单纯，并且呢它也是这个电池可以持续运作的关键。在前面我们讲的福打堆电池，它是立式结构的，因为这些金属基板它本身的自重就非常重，加在中间这些含有盐水的电解质层的布或者是纸张的话，它很容易受到挤压，一旦电解质泄漏或者是干枯掉以后，那么整个电池就将失效。就在不久之后，由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外科医生兼化学家威廉·克鲁克申克，他对福打堆电池的结构做出了改进，把它从立式的变成卧式的。这样一来呢，极板它自身的重量就不会再去挤压电解质层，并且呢，在每个槽里边可以添加大量的电解质，这样呢也就不用再担心电解质会干枯掉。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在汽车里边用的铅酸蓄电池，它的结构呢其实也沿用了这样的卧式的槽式结构。在前面我们讲的福打堆电池啊，它是以产生氢气为最终代价的。这样的电池，即便是它的电压电流都足够强大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把它应用在比如说像汽车啊，用在家里边这种密闭环境之下，因为氢气的积聚它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后边的一些电池发明里边就做出了非常多的改进。就比如说在不久之后，由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发明的锌铜电池，也被称为丹尼尔电池。它和福打堆电池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使用了2个容器相互套嵌，里边调配了2种电解液。第2个容器里边的电解液呢，就是为了来消除第1个电解液当中所产生的氢气的。这样一来呢，电池就变得更加的安全。时间来到1859年，法国物理学家发明出来了铅酸电池，它的正极极板是2氧化铅，负极极板呢就是铅，电解液是使用硫酸。这个发明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呢是铅和2氧化铅这2种东西它可以互相转换，也就是说它可以放电也可以进行充电。于是呢，我们真正具有实用性的电池呢就出现了。铅酸蓄电池的每一个单体电池的电压是2伏，所以呢每一个12伏汽车用的铅酸蓄电池它等于都有6个槽，也就是说它已经预先的串联好了6个单体电池。时间来到1886年，德国科学家卡尔加斯纳他研究出来了第1个干电池，
它用一个金属锌做的罐子来做电池的外壳，同时呢，它也是整个电池的负极。正极则使用了碳棒，它用氯化铵再混合上一些石膏组成了电解质。这样一来呢，电池就彻底摆脱了曾经那些液体状的电解质，彻底摆脱了瓶瓶罐罐的这种状态。从此以后，电池呢变得更加的便携。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在小超市里边1块钱一对的干电池，它用的仍然是这套技术。也不知道卡尔加斯纳有没有收到现在我们买电池的专利费。在前边我的实验里边呢，使用的是锌和铜这2种金属。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只要是2种活性不同的金属，它们之间就有电势差，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电池。如果各位朋友们想复刻我的这个小实验的话，你们如果找不到锌的话，你们可以使用铁和铜都可以做出这样的实验来，但是它们的单体电池电压呢，没有锌和铜那么高。我找到了一张这样的不同金属的电势差的对照表，我放在这里呢，供大家来参考。好，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说到这里。在下期节目里边呢，我要和朋友们分享如何制作锂电池组，希望朋友们呢到时候不会错过。好，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